火箭军成功发射2枚新型导弹。央视的新闻报道字里行间要给台湾展示什么样的能力？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央视呢做了一个报道，就是近日火箭军常规导弹第1旅正式报番号少见说这个第1旅克服恶劣自然条件和复杂电磁干扰，在西北大漠快速反应，成功发射2枚新型导弹，准确命中几百公里外的蓝军多重防护阵地目标，有效瘫痪蓝军防御体系关键信息节点。此次发射成功拓展了火箭军新制弹头种类，提升了常规导弹的多模精打、毁滩节点、融合抗扰、先遣破敌能力，有力提升了火箭军体系攻防水平。你看这个报道里边，凡是我这个慢速慢慢念重点强调的，都是关键词汇，要划线的就是明显感觉这个稿子不是央视编导自己写的，为什么？太专业了。这么专业的稿子，应该是火箭军的人自己直接供稿的，而且文字里边这些个很多的描述特别吓人。我们把这个报道逐字拆分一下，就看看它怎么吓的人。第一个要点就是快速反应。什么叫快速反应就是前方一旦获取了目标的位置信息之后，极短时间之内就要完成导弹发射车占领阵地，完成定向、定位和测试。那么以前过去老式导弹呢，发射之前这个惯性导航装置嘛，需要一个精度就是我得知道我在哪儿，敌人在哪儿，我朝哪个方向发射，导弹飞行过程中呢偏离着方向，自己修正方向。所以完成发射过程中呢，就一般是要预先设定好一个固定阵地，导弹要拉到这个阵地上已经测好这个精确位置上，要对准这个十字差一点都不行，恨不得。然后自己发射位置坐标要极其精准，目标位置要极其精准，都要测准。测不准的话，导弹弹道就是偏的，打不好。所以反应速度也特别慢。既然这回说的是快速反应，那就依靠的不是老式的那种大地测量预测阵地方式是通过了卫星定位系统辅助进行测量。用着一个这个过去的大地测量体系，通过卫星定位就可以辅助的测量，我知道了我的发射车是在一个什么坐标，而且要比较准。再加上制导体制呢，可能就不是过去单一的惯性导航了，是加上别的体制了。所以就算我发射阵地测量不是准，有个1米2米偏差也没关系，也能够让导弹在飞行中不断进行修正。只要目标在哪儿，这个坐标看得很准就行了。飞行几百公里这个射程导弹呢速度不高。其实呢，爱国者3这样的防空导弹还是能够有效拦截的。而这次演习中又说2枚导弹突破多重防护阵地目标，这个意思就是说，它不是靠大量弹头饱和攻击，意味着弹头本身的机动能力也有提升，对方的反导能力拦截能力基本对我们没用。这是2条了。再看第3条，他说的是有效瘫痪拦截防御体系关键信息节点。这句话指的是什么？对方的拦截防御体系一般就是指我们说的防空体系，它有效瘫痪的是对方防空体系中最重要的远程预警情报雷达。远程警戒雷达如果被打瞎了，可能后边的一些个防空阵地反应就没法迅速。而他说的是瘫痪而不是摧毁，意思可能是指通过打击可以打击对方暴露在外的天线，就算对方的这个雷达主机还没有损毁，在地下埋着吧，天线完蛋了，你也就是瘫痪了。特别是台湾从美国买的铺路爪那么大雷达嘛，很大的一个预警雷达，天线和安装天线的建筑一旦被摧毁了，主机再是好的也没用，没有个把月根本没法修。另外呢，还提到了多模精打，意味着多模制导体制精确打击，说明至少也得是惯性节联制导加北斗导航，2种导航模式复合互相修正，能够保证一个极高的命中精度。说不定除了这2种以外，还有雷达主动导引头，或者是红外成像导引头，或者是反辐射导引头。其实就是没有北斗的时候，我们过去靠惯性节联制导已经能够做到飞上千公里误差只有10几米。这个水平上，如果再加北斗导航进行互相修正的话，那么你想想看，而且还是射程只有几百公里，那个精度要高成什么水平？自己想就行。另外就是拓展火箭军新制弹头种类，这句话云山雾罩，但是最吓人。说白了，不管我是用东风15也好，16也罢，导弹还是原来的导弹，但是带什么弹头就不一定了。我打地面的这种建筑不是加固建筑的话，比如说什么雷达呀，或者是一些普通的这个房子，我可以用大的高爆弹头。如果建筑是加固的或者地下的，
我可以换成亲车力强的钻地弹头。如果打一片这个目标，比如说人员、车辆、阵地，我可以用子母杀伤弹头。如果要打雷达，那没准还能用反辐射弹头。这个反辐射弹头用于弹道导弹的，我们出口型号都有。如果打机场，我还能撒一大片反跑道弹头。所以基本上是看人下菜碟儿，你什么样的目标，我都给你配备相应弹头了。这次呢，央视画面上展示的是东风15B。央视这次故意展示这么老式的导弹，而火箭军又故意玩这么多术语，就是说给海峡对面听，还有某些国家军队里边那些能够看懂门道的行家听。就是我们通过改造老式导弹，能够发挥新的能力，再加上我们各种新型的弹道导弹，那么你看看我们的打击范围，我们的打击目标的种类，我们弹药的数量，想象清楚，要跟中国大陆玩这种军备竞赛，你们跟不跟？好，关于这次火箭军常规导弹第一旅的演习，展示了中国弹道导弹什么样的新能力，我们今天呢就分析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说。